你见过老头穿越变萝莉的动漫吗？阿尔凯特王国最强召唤术士邓布利夫一觉醒来，居然变成了白毛萝莉米拉，不得已只好自称自己是自己的弟子，走上了寻找掉线同事之路。上集说到，为了得知神命光辉圣杯的来源，他们需要收集荧然光石，前往愚人珍奇馆地下3层寻找资料。光石准备完毕，就到了米拉的出场时间。愚人珍奇馆的入口位于阿尔凯特学院地下，米拉探头往里看，到处都洋溢着青春的气息，实际上是个老头子的萝莉，感慨万千。然后就被蹲在身后的兽人小姐姐吓得炸了毛。兽人小姐姐叫日向，是这所学院的老师。见米拉一身魔法长袍，年纪又小，日向还以为她想要上学当术士，然而一问才得知人家已经是术士了，而且还是最稀有的召唤术师。日向顿时露出了一副难以形容的复杂表情。原来他是学校里教授召唤术的老师，可惜学生屈指可数，处境简直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。召唤术师前期发育太慢，能成长起来的术士过于稀有，最终导致召唤术也逐渐落寞。好在现在召唤术之塔的代理长老雷克欧斯正在研究古老的契约法术，据说成功率很高。日向一边泪流满面，一边鼓励自己，他们的时代一定会到来。米拉无意中露出了手腕上的手环，被日向拽着一通大呼小叫，这东西可是上级冒险者的证明。日向当场一个土下座，求米拉帮忙。学院里每个月都会举行一次技术审查，各个学科展示法术相互比拼，评分越高地位就越高，能使用的设施和被分到的经费就越多。召唤术课只有他一个刚凑够基础召唤术的菜鸡老师，常年都是垫底王。于是他想，如果能召唤出新奇一点的精灵，或许评分就能高点了。毕竟是召唤术的老大，米拉自然不能眼见召唤术落寞，于是一口答应。随后就是经典的魔术课杂鱼嘲讽环节，这脸捏得如此不用心，一看就是炮灰标配。杂鱼头头是魔术师贝尔兰世家的继承人，魔术天赋出众，每次都是冠军。米拉神色凝重，倒不是因为杂鱼头头，而是比赛场地实在太小了。他本想把自己的黄龙拽出来镇场子，这一下别说镇场子了，直接变砸场子。到底该召唤什么才能又惹眼又不至于太强呢？米拉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因为召唤物太多而苦恼，好像不管召唤什么都可以秒对方哎。审查正式开始，每位代表有10分钟的展示时间。强化了属性防御的盔甲人偶是攻击目标，首先出场的是上次得分最高的魔术课杂鱼头头，召唤火魔法一顿装逼。米拉嫌弃的不行，什么花里胡哨的玩意儿，就这威力和命中率，上了战场等死吧。但是审查会却都给出了几乎满分的高分，比起实用，这里更注重观赏性。各个术士课花里胡哨一通表演之后，终于轮到了召唤术登场。米拉信心十足，起手上级密钥制约阵，一段繁复的吟唱之后，召唤歌后雷帝莎美丽大姐姐的登场惊呆围观群众。大姐姐挥动翅膀，一首具有治愈效果的森律的旋律瞬间征服所有评委。随后一招音波狮吼，将强化人偶震了个稀巴烂。召唤术可不只是召唤精灵去物理攻击，根据召唤物的不同，战斗方式也会有着无限的可能。米拉露的这一手着实震撼，所有评委都给出了满分的高分。于是这时候到了杂鱼的表演时间，贝尔兰不服召唤术夺冠，坚称米拉一个小屁孩绝对作弊。见此，评委提出由他们2人比试定胜负。小伙子何必呢？活着不好吗？果不其然，比试一喊开始，杂鱼咒语都没来得及念，6只黑骑士的剑已经抵在了他的脖子上，起了秒了，无敌就是这么寂寞。裁判宣布米拉胜利，但杂鱼依旧不服，非要继续作死。米拉一个响指，18只黑旗瞬间将杂鱼吓成了圆环。召唤术毫无悬念地获得了冠军。比赛结束之后，一直围观的克雷欧斯前来叫走了米拉，希望能和米拉交个手。虽说是请求，但克雷欧斯抬手就放出白骑士，根本不给米拉迟疑的机会。他作为召唤术之塔的代理长老，对身为邓布利夫弟子的米拉实力很感兴趣。白旗的攻击被米拉的黑骑士尽数挡下，米拉闪身躲避，却不料正中对方魔法阵，惨遭捆绑。米拉不慌不忙，自信歪嘴，8支大剑从地下伸出，挑开封印。克雷欧斯一回头，8只黑骑士已经将他团团包围了。到底还是米拉技高一筹，克雷欧斯赶紧投降。原来刚才和杂鱼的对战，米拉还算手下留情了。克雷欧斯对着米拉单膝跪地，经过刚才的交手，他彻底确认了米拉就是邓布利夫本夫，在召唤术上有如此造诣的唯他一人而已。身份被戳穿，米拉也知道自己不能一直瞒下去了。事情办完后，他还得去找玛丽安娜坦白。吃瓜的日向吓得够呛，审查拿了第1，见到了代理长老，街上随便拉来的大佬居然还是邓布利夫的弟子，这一天天属实有点难顶。在得知米拉要前往地下珍奇馆后，秉承着大佬大腿要报警的想法，日向也跟了上来。于是一行3人前往地下。克雷欧斯依旧是照明工具人，因为施加了保存和防盗的法术，所以所有的书籍材料都保存得完好。地下还有不少低阶小杂鱼，机会难得，日向赶紧召唤出自己的火蜥蜴，让大佬提点几句。战力倒是意外的不算弱，2人很给面子的提了一些建议。米拉还让
让克雷欧斯召唤出自己的火蜥蜴给日向示范。等一下，你那召唤出来的真的是一个品种的吗？一个是肌肉猛男，一个是憨厚小可爱，简直称得上是降维打击。用荧然光石打开第3层，2个拿着武器的骑士雕像守卫着大门。米拉表示：“你们都闪开，到我表演了。”抬手召唤出自己的火蜥蜴，日向惊呆了，这他妈还叫火蜥蜴？是没翅膀的火龙吧？如果说克雷欧斯的火蜥蜴是肌肉壮汉，米拉的火蜥蜴就是绝世帅哥，不仅能随心所欲操纵火焰，甚至能用热量使空气膨胀飞翔，恐怖的热量迸发而出，瞬间将骑士雕烧成了灰烬。第3层的宝库非常庞大，到处都是书籍和材料，这要找起来得找到猴年马月。幸好这里原本是博物馆的遗迹，但即使有地图，他们要找的东西也在最深处。米拉嫌太远，转身就要飞着走，被脸色凝重的克雷欧斯一把拽了下来。如果不走正常路线，或者把藏书带走，这里的防盗装置就会启动，到时候会涌出无数魔像和防护墙。好家伙，已经猜到你经历过什么了。于是米拉只好乖乖按流程走，但谁能想到打开密室的机关居然是他娘的5阶魔方呢？米拉和克雷欧斯头都大了，反而是日向瞬间解开了魔方。主要是召唤课没人上，他闲的时候把自己磨练成了魔方大手。大门里矗立着一块刻满精灵语的石碑，文字晦涩难懂，就算是掌握全部精灵语的苏莱曼都无法解读。见此，米拉直接超位召唤，即使召唤女武神，前摇都没有如此的漫长和慎重。然而动用如此庞大魔力和特效召唤出来的，居然是一只胖娃。别小看胖娃潘姆，他可是在重复转生中继承了所有知识的红精灵。依靠潘姆的解读，几人转动雕像，打开了通往最深处的大门。用完就扔实在不好，潘姆撒娇不肯回去，米拉也只好带着他一起。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能用的资料复印下来带走。米拉这边刚把资料复印完毕，潘姆抱着本书过来让米拉读。最强贤者被自己的熊孩子吓得脸色大变，抱起潘姆拔腿就跑。因为带出了书，宝库里的机关瞬间启动，还好克雷欧斯及时召唤出金翅鸟，带着大家飞离宝库。虽然过程惊险，但任务也算顺利完成，将事情经过报给所罗门。既然米拉都将真实身份告诉了克雷欧斯，那么作为邓布利夫的专属助手，玛丽安娜也有资格知道真相。下次所罗门会让米拉踏上一段更长的旅途，所以趁还来得及，向他坦白吧。米拉到了一片空地，张开法阵召唤了自己的儿子黄龙艾泽法尔德。一觉醒来，父亲变母亲，白龙愣是接受良好，不就是传说中的男妈妈吗？米拉失踪的30年，他一直和同伴生活在龙之都，太久没见米拉。艾泽把头蹭过去，一个劲儿的撒娇，觉得自己龙形撒娇不方便，当场把自己变成一个全裸帅哥，一把将米拉摁进了胸肌里，吓得米拉赶紧让他穿件衣服，终于能载着母亲飞翔。黄龙显得非常兴奋，结果加速太过，扭头一看，米拉没了。那一天，阿尔凯特人们都看到了巨大的黄龙在天空遨游的奇景。安抚完黄龙之后，米拉回到家里，决定将自己就是邓布利夫的真相告诉玛丽安娜。她不能一直瞒着身边最亲近的人，结果根本找不到开口的机会。安娜打算给米拉和邓布利夫做2件同款衣服，结果说着说着，安娜突然哭了起来，她实在是太想念邓布利夫了。见此，米拉终于下定决心向安娜坦白，自己就是邓布利夫本人。安娜还以为米拉在开玩笑，但是米拉提起了安娜和她的契约，妖精的加护，这是妖精愿意为其献出一生所签订的契约。安娜迟疑地伸出手，在和米拉双手相触碰的瞬间，光芒大战，安娜身后的翅膀浮现，加护更新完毕。安娜这才真的相信米拉就是她的主人邓布利夫了。米拉一把搂住安娜，为自己的行为道歉。对于安娜来说，不管米拉变成什么样子，都是她愿意终其一生侍奉的对象。老头变萝莉，安娜当晚就抱着枕头去找米拉睡觉，局势一片大好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。